10几年前，我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再也找不到真爱了。直到1年以前，我遇到了他，但是在准备结婚的时候，战争终于爆发了。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怎么做他都觉得不满意。在母亲和他之间，我总是两头不落好。但是我又真心喜欢他，我该怎么做呢？我说的吧，一个大的现实问题出来了，还好没成为婆媳，这是一场准媳妇儿和准婆婆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如何呢？让我们有请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嘉宾老李，41岁，来自辽宁，市场销售部经理；女嘉宾小吕，29岁，来自辽宁，是一名幼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战争爆发了哈，咱慢慢说吧。我们俩通过一个相亲的一个活动认识了。完了相处了1年多，挺好的，感情也挺好，这要结婚了，突然不干了。为什么突然不干了？你怎么不检讨自己呢？我有什么问题啊？我一直很关心又很爱你啊。好，那咱先不说别的，就在年前，他去我们家，然后我爸爸就比较喜欢养鱼，正好他去的时候有2条鱼死了，我爸就觉得，哎呀，我去找事去买点吧。他就说吧，他家有亲戚是卖鱼的，说去捞2条就得了呗，然后我爸就觉得准女婿这么热情，那就我不还是为了讨好老丈人吗？后来呢，看他拿回来过了2天拿回来几条鱼来，那鱼都什么样子了？不是褪色都是掉鳞的，那鱼都快不行了。你拿过来送给我爸。哎呀，老爷子养鱼就是个乐呵，好鱼不好鱼他将来都会死的。你听听这话。咱们有2条养了，完事老爷子开心就行了呗。再说了，这明显就是在应付我爸。再说了，你后来说我回去找我舅舅了，你有没有点尊重我爸的意思？说了，回头我也跟我妈说了一遍，我妈也回头把我舅训一遍呢还。行，那咱先不说这个，我们上个月吧。就想要结婚嘛，就开始准备钻戒和婚纱了。他妈给我1万5，当时我们就去逛街，正好看好一款这个钻戒，这个钻戒当时还打折，挺好的打折嘛。然后我就把这个预算钻戒的钱呢省下了一部分，我就想正好把这个婚纱的钱凑在一起，买一个更漂亮点婚纱，更好点。谁不想结婚当天穿得漂漂亮亮的呀？这可倒好。回家他跟他妈说了，他妈怎么说？你钻戒省下来的钱，你就应该还给我。那是，我觉得你应该还给他。老太太退休了，1个月退休金2000多块钱，一块都是给你拿15000多块钱，她也挺心疼的。你剩1500块钱，你退给她，让她开心不好吗？是。再说，我觉得咱们也应该孝敬老人啊。我没说孝敬老人不对，你妈养你辛苦，为你操劳那么多，你这么说，咱先说这个事儿。有这么办事的吗？你把东西给人家又跟人要回来，有这么办事的吗？我觉得也不算什么太重要的事儿，你回头给他，我再给你不就完了吗？你傻呀？你直接给你妈，然后你就说她还回来的，你不问她要不就得了吗？这还真没往这方面想。这明显就是你的问题嘛！我跟你说，他做事真的是不经大脑。他说他孝敬他妈，是，你知不知道我妈为了我俩的事操了多少心，上了多少火，你知不知道？你心里应该清楚吧？那你说咱不说别的，为了房子的事儿，我妈真是绞尽了脑汁儿，精疲力尽了已经。你说房子，我还得插几句。咱俩原来看房子，大连那么多房子，咱们都走遍了，最后不还挑的还是你妈她那个小区吗？是。说实话，这事儿做的多贴心呢。看房子是在我们家小区看的，然后呢，这个房价一直在涨。听说房价涨得好嘛，不买了。你猜怎么着？让我跟着他去住他和他前妻的房子。现在的房价也这么高，咱们等它降一降。咱家里还有一套房子，而且你别看在郊区，它空气好啊，前面靠山，后边还有河，是，还有个小院，你还能种点小菜，吃点绿色食材，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家里人不是
那种特别物质的人。我跟我妈后来我爸我们3个人商量了，就是说这个人确实不错。那么咱房子这块是不是可以让一让？因为确实在现在这个房价来看的话，想买一座房子确实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然后我就说不行，咱把房子装修一下吧。啊。他呢在应付我，根本都不把。亲爱的，你这个你不能怪我。咱们每天看那些生活那电视生活栏目都在讲，装修房子、买家具、刷油漆都会产生有毒气体。咱们结婚了还要宝宝呢，会影响你身体健康的。我觉得先不装。你不要说这些没用的好不好？照你那么说的话，所有新房都不装修了。那有好多不装的呢。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我跟他说，我说咱换个床垫行吗？我这要求不过分吧？你这个床垫太让人挠头了。当时啊，说什么？主持人，当时我们买这床垫，这到市场是挑最好的买的，是好几万块钱，对，各种保健功能。他妈就是这么说，一样的口气。他妈说什么？哎呀，这个床垫当时花可多钱了，我们挑最好的买的，不能说扔就扔啊！你体没体会到我的感受？我觉得床垫没怎么用，咱们可以用啊。是可以用，你知不知道？如果我躺在上面，我就会感到你前妻就躺在我旁边，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我就说这婚没法结了，不能结了。后来怎么样？好了，我当时说不结婚了，立马他和他妈说什么？好，咱买房子，在我妈家小区，就是在我妈小区附近选了一座不错的房子。接下来呢，就是在你妈小区的附近买了一所房子啊。首付呢，我们2个人一家一半，剩下的尾款我们结婚以后慢慢还呗。挺好。对，房产证上写着我们2个人的名字，也挺好，是不是挺好？挺好。但是你问他怎么做的，和他妈怎么做的，拿了几个章去的？我章呢？你带了几个章？我不知道，你没带章吗？他那个一定把章落，应该有人民的章。落下了是吧？忘了，把我的章忘家里了，是不是？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章忘家里啊？你诚心的，我跟你说，压根儿就没想把我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其实啊，咱们买房子写谁名，我觉得不是太重要的事儿。不重要。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这个房子钱我都帮他拿了，凭什么房本上没有我名字？你们家就是在欺骗我，欺人太甚，这叫。我插一句啊，还结这个婚吗？柳柳，咱们之前在一起1年多了，我觉得咱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的。现在一天一天走到这么一步了，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我不想失去你。你这样吧，我回去商量一下，或者我就听你的吧。不是，你到底听他的？要听我的早都听了。哎，你回去商量跟谁商量啊？主持人，跟你说一下，跟我商量。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把我养。不是你吓我一跳。抚养我也挺不容易的，我一直都很多事我都是尽量让老人开心。但是你直接回答我，回去跟谁商量？跟我母亲商量。行。我这儿有一段他母亲的这个电话录音采访，你也别商量，我们先听听老太太的意思，好吧？电话录音。对，听一下。在这件事上，我儿子一点错都没有。过日子不是谈恋爱，家里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将来要孩子什么的都是费用。这个女孩太挑剔了，而且特别拜金，每次和我儿子吵架都是因为钱。我看他根本就没有和我儿子结婚的想法，这样看来啊，他还不如我儿子的前妻了。我想好了，如果他们分手了，我就让我儿子和他前妻复婚。大家都听到了是吧？看大家别着急，这事儿你母亲跟你说过吗？这想法，说实话，说过没说过？啊？说过啊？你自己有内心吗？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也觉得感情已经失去了，就不要再去。我就好奇啊，问几个问题。姑娘，你看上他什么了？我们当时相亲的时候，确实我考虑到，就是说年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过婚史，但说实话，我的年龄也是到了一个该嫁的年龄了。我后来就想，如果真的是他真能对我好，真的找到一个爱我的人的话，
我觉得那些都不是问题了，我就决定和他先相处。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提过说关于未来房子怎么解决的问题？提过吗？一说到这儿，那我还要说啊，当时我们刚开始就是说相亲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问题，他怎么答的？说要换房子，要我怎么说，他就是骗子呢。哦，明白了，明白了。来，听老师们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阿木老师。就是你当初在相亲的时候，你看到这位先生是一种什么感觉？感觉还好，就是比较顺眼吧。就是你自己觉得你想象当中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子作为自己的爱人呢？想象过吗？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要求，物质这块吧，我觉得差不多以后两个人结婚以后，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就是你没有目标。我就想找一个，在这没有目标的情况下，砰，看到了一个，就是瞬间就认为这可能就是一个目标。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说过，就是有人可以打着说我不就是奔着结婚来的这样的，就这种语言的方式感动了无数的女性，而很多女性也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男性产生了共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心理的特征或心理的需求。为什么？因为当一个29岁的女孩子，别人没有认为你到了该嫁的年龄，或者到了一个你再嫁不出去就已经成了大龄剩女的这样的时候，所有认为你应该嫁的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压力。于是当有人说我可以跟你结婚，你就为了能够结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放弃了所有的选择和观察。这个人的外在，这个人的品行，这个人的家庭，这个人的思维的意识，在感情中的配合程度，都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曾经说过要跟我结婚，于是你们两个人瞬间就进入到最为婚姻去筹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你受了再大的委屈，你会想，哦，这个人跟我结婚，我再大的不情愿，这个人要跟我结婚，哦，他的妈妈不喜欢我，但是他要跟我结婚。就是因为你太想结婚了，你的结婚来自于你内心中深深的害怕的孤独的那种性格思维意识不能独立。如果你要独立的话，你为什么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循环呢？那这位先生呢，我是觉得您的身上有非常典型的一种恋母情节的集中的一种体现，就是孝顺母亲跟恋母情节表面上有的时候非常相似，但是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孝顺母亲，母亲的衣食住行去帮助她，但恋母情节是什么呢？依附于母亲的人格，甚至镶嵌在她的思维模式里，所有的事情向母亲去汇报，自己没有独立的思维意识，所有的事物和生活由母亲来规划，认为母亲说的是对的。在表面上看，如果我们违背，可能是大逆不道，但是我个人想说的还是那句话，孝顺跟恋母情节是有区别的。显然你的母亲已经干涉到你的生活，但是你不觉察，这来源于你生活中无数次的无限制的对于母亲的那种盲目的服从。对于你和你的母亲都不好，为什么？因为你的母亲在潜意识里是认为所有的女人和我儿子接触是来把我儿子抢走的，因为你没结婚在母亲身边，你突然一结婚你就跟单独过了，儿子不在身边了，所以潜意识里就认为儿媳妇是敌人。这个就是恋母情节对于儿子和母亲最大的一种伤害。中国的家庭分扯不开，也很少有人觉醒，所以造成中国很多的婚姻先天不足。所以我只想说，如果你不能改变你母亲的想法，甚至你认同你母亲的一些想法的话，我可以断定你们俩结婚时间不久，她会将成为你的第2任前妻。谢谢阿峰老师。来，于老师。41岁，这个年龄，然后张嘴闭嘴，妈，真的是这几年才有的，还是一直都这样？我想问一下。我只是觉得，因为我母亲吧，对我也挺不容易的，老太太。爸爸什么时候去世的？我爸爸去世也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所以说，完了有一些很多事儿，我就比较迁就他。更有义务对迁就他，因为失去了爸爸，所以从儿子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希望给一些补偿。所以除了恋母情节之外，其实在你身上也担当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在替补爸爸的那个角色。
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两种角色叠加下，就出现了这种荒唐之事。比如房子写谁名字的事情，这个事情我敢说这个事儿到哪都说不通。那么，如果你和妈妈的关系不做一个有效的调整，这个结了婚将成为过去。未来任何一个女人站在这儿，都得会成为过去，因为罪魁祸首是你和你母亲的关系，该脱离就脱离。我不知道你是想依赖呢，还是不愿意长大呢？如果在两人谈婚论嫁当中，张嘴闭嘴都是母亲，不管是恋母还是代偿性的补偿，这都将成为你和任何一个人走在一起的严重的障碍。女方那边我就不说了，刚才阿木老师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好啊，谢谢于老师。涂老师，其实说句实在话，房子不买我可以理解啊，把房子装修了，不装修我也可以理解。想迅速要孩子，确实是有甲醛味儿，但那个床垫不换，我是真不能理解。你是娶新人回家，难道你觉得你面前的这位娇妻啊，我相信你从某种程度上之所以不愿意放手，有很大一种程度是觉得你这个年纪是吧，和你现在的状况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娇妻，其实挺不容易，那你就好好珍惜啊，对吧？你不是说你不要孝顺母亲，有些事情是完全你自己可以说得通的，连个床垫都不愿意换，我出1半钱还写他的名，你怎么了？不结婚不是妖魔鬼怪，虽然周围总是会有些闲人或你怎么还不结婚？有些人会这么闲得无聊，你们随他去，你要走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无论是到什么样的年龄，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和合适的。如果要凑合，这一辈子就完了。没事儿，当一段经历真的明白了，你会找到幸福。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刘刘，我很郑重的跟你说，你可能会有前妻的事在你心里可能是有阴影，但是我会告诉你，永远不会再跟他复合。而且现在在我心里边只有你，我真的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照顾你，让你过一个完美的后半生。给我一次机会。其实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挺好的，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说你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已经不仅仅在我们俩之间，就是说已经升级到两个家庭之间的问题和矛盾了，所以我考虑。好，时间到，谢谢两位，请回吧。啊，今天听他们俩这段情感过往，来，请关门。其实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大概是房子，啊，买不买房，装不装房，怎么个买房，听的是一波三折。这个背后，老师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当然，最后是这两个人自己去做决定和做选择的。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来，兄弟来。啊，对着镜头跟人家说吧。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喜欢刘刘，我不会放弃。啊，加油，请回。我有自信。啊，加油。